力学基础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力学哈？什么叫力学？力学在土木来讲的话，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组别，在研究所有一个叫结构组的。那后来你可以看到这个领域之大它包括到固体力学。那在机械系来讲，它有固体力学。那它包含了静力跟动力，简称叫固体力学。那我们土木比较偏重在 static 静力学。那甚至你们将来会修到流体力学。流体力学。应该是王老师上嘛。那再来，可变形体力学，这个就复杂度高了。这可能你们要到研究所之后，然后所以你就看一下这可能性那这是一个大师叫阿基米德那这些人在以前都是你看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工程师，什么都有了最早的人才是什么都会。那现在的大师是什么都会，现在大师什么都不会，只会一样，叫大师。现在博士是这样，你的博士论文是什么？是很深入的那一点。那早期都这样。阿基米德是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那你知道一下他人长这样子，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不晓得，不可考。大致是这样他的影响主要是数学、物理学，所以是希腊最有名的科学家。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罗马好像没有出科学家？西方的世界，罗马比较少。那讲到这个字怎么念呢？这字叫 Galilei。包括现在的卫星系统，有个叫 Galilei 的系统，也是他。那他是我们力学之父。我们讲到力学，一定要把这个大师供出来，让各位瞻仰一下。后来他最大的贡献在力学，所以认真讲力学之父不是牛顿，是 Galilei。我不太会念这个字，而教育部以前念伽利略，后来伽利略，后来念伽利略。他教育部国语词典里面更改了3次，其实他的真正音是 Galilei。那就这样吧，好不好？这个人是伽利略，好不好？那这个叫牛顿，牛顿有很有名的3大运动定律，那3大运动定律其实是奠定力学的基础。我问各位，牛顿第3运动定律是什么？好 ，OK， 有没有同学知道？忘记了。那第1运动定律呢？惯性。有人讲惯性，不要那么害羞了讲错了，其实会让你成长。一个人错了，一个人走错路，会让你成长得更快。一个人一直走顺遂的路，永远以后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我讲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人跌跌撞撞起来才会成长对不对？知道撞到头会痛才不会撞所以老天给人的成长说，你去撞撞看嘛，以后撞到会痛就不会再撞是这样啦，不要害怕失败啦你甚至于学习过程学得不好，被当也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为什么被当，你去改正它，你以后比他更厉害。但是力学来讲，牛顿是贡献很大，我们没有话可以说了好，那在第1章里面谈到一个条件的理想化。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事实上本来就不理想对不对？你们在做测量都好厉害椭球体跟椭球体叫椭球高嘛，椭高跟正高有什么不一样？有同学可以回答我吗？你们都考过乙级了嘛？有没有可以回答的加分？来，有没有？椭球高跟正高差一个大地起伏嘛，对不对？不知道？好 ，OK， 好，来，你乙级怎么拿的？好，来，那椭球高是怎么来的？椭球高是一个理想化的球体，对吧？正高是用潮差位，对不对？海水潮测站18.6年平均得到基隆，台湾是基隆嘛，燕巢站嘛。那它一个是实际量出来的，一个是理想化的球体。那 GPS 采用椭球高还是正高？这几年国考常考的题目椭球高正高。
你们那么害羞啊，真的是不行啊，太害羞不行啊，太害羞，期末我叫每个人上来报告5分钟啊，如何？啊，力学蛮难报告的，你知道吗？啊，椭球高，是为什么要椭球高？它是算出来，椭球高是算出来的哦，不是真正存在的哦。理想化，不理想化不能做一些事情。有些事是没有办法求解的，只好先用一个大概这个样子去求解，逼近现实，用大力起伏去逼近增高。了解吗？做事就是这样啊，先有个理想，慢慢走，修到你理想的状态。事实是这样啊，以后你修正你自己，你的 model， 你脑袋里想的跟世界的变化不一样，修正到的时候，你想的就是世界上能够服务的地方。那你这个人叫神了，你知道吗？懂了没有？好，慢慢去看哈。好，这是假设，假设所有物体都是连续的 ，continue。我问你有没有物体都连续的？没有啊，光你的皮肤就好了，被刮一道疤痕就不连续了，有没有？对不对？表面有坑坑洞洞就不连续了，对吧？那来，力学里面有一个叫 particle， 就有那个点叫质点，多大不知道。你问我质点多大？没有大小，质点可能变得很大很大。相对宇宙来讲，地球是一个质点的，那个质点是可以变化的 particle。好，再来。最扯的一个理想化就是钢体，在材料力学完全否认钢体了。好，钢体就没有变形了啊，对不对？因为它要探讨外效应跟可传性，所以假设它是 rigid body， 这是假设。所以我们这一节工程力学是假设。各位如果在高2学过工程力学，其实前大半都在讲这些，只是他讲的比较少讲向量跟3D， 这跟各位区别一下。所以你不要太骄傲，你以前学得好。希望你学得更好。好，我们土木系今年考上4个技师嘛，系主任好开心哦，田主任好开心哦。好，他叫我加油勉励你们，我说会了，我一定会的。好，来，好，那力量是集中力，其实力量不是集中力耶。我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好，这是一个东西，假如它是假设是均子，你看我还假设均子，它真的是均子吗？不是。它有缝拉链的地方，重量不一样；里面的海绵铺大，重量不一样。可是我总要讲到集中力在哪里？集中力通过它的行星，所以你只要手，对不起，它不是一个完全钢体哈，我手撑着它的行星的话，它是不会掉下来的。对不起，这个我技术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学行星的目的是你集中力作用在行星，所以你在高职学行星干嘛？行星干嘛？我都跟学生讲说，你有看过体操队吗？体操队为什么底下要重一点的男生，上面要轻一点的女生？你注意那个男生在撑的女生撑什么地方？腰部。同学都会讲，老师胸部好来撑腰部，因为胸部绝对不会在重心位置上，腰，所以他那个底下撑的时候，撑上去的时候，人是横的时候是撑在腰，有没有注意到？因为它的重量假设它是集中力下来。当然那个 model 要不要用力，全身要不要用力？不然不好看啊，垂垂的。所以那个有时候有些东西是理想的假设，这4个假设，请你牢记清楚，有这4个假设。好，那这就是所谓，你看这力量这样挂，好，这样拉的话，3力共线3力共线。好，这是火车的铁轨，假设力量作用在铁轨上，轮子的这个圆心对到这一点上，真正上，其实这个线是它的切线，这一点线这是垂直的。那力量假设是这样，那假设铁轨没有变形，可能吗？不可能嘛，但是是假设，不这样假设没有办法分析，懂了没有？好，谈恋爱也是先假设嘛，假设他爱我，对不对？那当证明他不爱你的时候，就分手了。OK， 好，来，我们看3大运动定律。好，我们看那个运动定律，牛顿嘛，刚刚谈过牛顿了嘛。第一运动定律，惯性。当老师的目的是要打破同学的惯性，同学懒啊，上课不来啊，要点名啊，所以点名出席率当做成绩啊，对不对？你懒，你被迫，还好不是第一节，我早上第一节有课，第一节到课不到2/3，我就算啊，我10分钟我算旷课啊。老师你太严了，我说不严你不来啊，老师打破你的惯性尤其早上从被窝出来的惯性很困难。温度那么冷睡觉最好。来，静者恒静，动者恒动。
记得是维持直线等速运动，不是加速度。好，第二运动定律是力学最重要的 ，F 等于 ma。好，力量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为什么骑车累残会出那么大的事情？累残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你突然之間看到電線杆來不及，就怎麼樣？好，從速度100降到0的過程當中，注意加速度是-100，然後你的質量有多重，撞下去力量就有多大。你把它乘以 a acceleration 是100 km per hour， 你把它乘乘看，这质量，这就是你所受的力量。所以速度越快，那个车毁人亡的機會越高。知道嗎？好，那 W 等於 mg 從這邊來的。好，來我們看，牛頓第二運動力 F 等於 ma 那靜力對物體產生的加速，靜力對物體產生的加速度大小跟靜力大小成正比。好，來第三運動定律，力與反作用力，懂了嗎？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平衡概念，有力必有反作用力，有一力必有一个反作用力。好，任何一个力，你给它加速度，第一运动定律嘛，惯性嘛；第二运动定律加速度嘛；第三运动定律呢，有力一定有一个反作用力。好，那各位在人世间，什么叫第三运动定律？第三运动定律很简单嘛，有好一定有不好，有在一起。有合必有分，《三国志》里面讲，话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对不对？谈恋爱一定是有合有分，不要跟我讲你们两个会在一起，在一起是误会，那因为了解就分开了，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世间所有的快乐、好的事情来的时候，不要太开心；难过的事情来的时候，不要太难过，你就可以日子过得非常好。好。不要以为说啊，我一定要好，这世间没有什么都是好的，有好有坏，有一个正向力就有一个负向力给你，只是你没看到而已，懂不懂？今天有个女生，看看，来，牛顿有万有引力嘛，会万有引力嘛，那两个质点互相吸引嘛，他就从这边得到的。好 ，m1 乘以 m2 r 平方跟它相距离有关系，两点的质量。R 是两点之间的距离，这个应该小 r 好不好？那是万有引力常数，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来力有互相吸引，可是这边没有谈到，这是因为物体很远会吸引，物体很接近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排斥。物体在两个物体和 particle 很接近的时候，它会互斥，太远会吸引。那谈恋爱不是这样吗？追不到最美，追到就嫌弃啊。万有引力定律用在爱情可以解得通。